蛋总，我是一位27岁的男生，在美国读博。咱们以后这样啊，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个人的一点感受，就是说自己的时候呢，就别说自己是一位了，好吧？我们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还挺讲究这个的，就说自己的话，就说我是一名，我是一个啊，蛋总，我是一个27岁的男生，我是一名，是吧？我是一位，有点怪啊。这个我们小时候比较讲究，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不讲究这个。一般是介绍别人，而且是比较尊贵、尊重啊，比较尊重的人。说这是一位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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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说自己就我是一个啊，27岁男生在美国读博，好吧？大家交流交流。你可能在国外教个这个母语也有一些那啥的哈。我有一个关于社交和恋爱的问题，我发现这两件事对于很多人来说像一日三餐一样稀松平常，易如反掌，但是我怎么感觉摸不着头脑呢？过去1年发生了2件事。一，我和相恋4年的女友分手了。相恋了4年，你还摸不着头脑，直到今年6月才慢慢没了联系，什么意思？2，我的博士论文开题了，这也意味着我不用在美国上课了，我可以回国了，在国内写论文，再找个工作。这2件事推动下，我这次回国便有意的在体验国内大城市的社交生活，希望能有一个圈子，也希望借机开展一段新的恋情。我很喜欢国内的社交娱乐生活，感觉很丰富很热闹，但是自18岁赴美以后就没好好体验过。而我在美国快10年了，不知为何一直不适应那边的社交娱乐模式，最后被迫习惯一个人待着，但内心深处很孤独。今年我踌躇满志的回来，加了很多群，参加了很多活动，大家都很喜欢我，但是我好像仍然没有很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总觉得做的不够。什么意思？其他人可以很快速很丝滑的和刚认识的人们发展私下关系，建立私下圈子，私下组局，而我和他们每个人像是有一层窗户纸捅不破。他们似乎工作之余档期都拉满，总有人一起吃饭，一起喝酒，一起蹦迪，就像蛋总你一样。没有啊，啥？我没有啊，我都是在家图书馆啥的，别瞎说啊，不要揣测我，我很向往，别向往啊，不是我，别瞎说，揣测我那怎么很向往？有时候看到群里认识不久的人在火速的就在一起了，我想不通他们是怎么做到的。看他们炫耀自己谈恋爱的效率有多高，我不禁怀疑自己。难道谈恋爱其实是一种技能吗？就像会一个运动，会一个乐器，会一个运动一样吗？难道所谓那些聊天的话术、搭讪技巧其实都是有用的？感觉你要往邪路上走呢，怎么？小兄弟，怎么感觉你动心了呢？你不会去上了一些奇怪的课吧，小兄弟？要是这样的话，我根本不具备这些技能啊！太好了，不要具备了。我以为谈恋爱主要是看感觉的，对，你以为是对的，就像我高中的时候一样，追我的追不到我，我追的我也追不到啊，这不太对吧？你这画风怎么转变成这样了呢？这不太对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没有感觉啊！你看着啥感觉啊？这没感觉啊！因为让我将就着谈一段感觉不到位的恋爱会使我痛苦。交朋友我也是，我有好几个10多年的好哥们儿，但是我没有太大的社交圈。因为我没有能力和意愿去维持一些通而不精的关系。现在我想要试试先走出这样的苛刻的追求，因此我会密切关注群聊，积极参与社交，也会像机器人一样刷约会软件，匹配了以后逼自己用一些话术。这么委屈吗？可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呀？对呀，不对呀，是啊，对呀，不对呀。做这些事儿没有让我很开心，反而让我更焦虑了。蛋总，你觉得我的问题出在哪里？是我太操之过急了吗？是我还没走出上一段恋爱失心疯了吗？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找到社交和恋爱的突破口？非常的感谢。你这个博士论文开题压力这么小吗？啊，你博士论文开题回来完全没看你有需要写论文的时候啊，纯社交啊一天啊，咱们写论文好不好？小伙，咱把那个论文好好写一写，就是说行不行啊？你这一天给你嘚瑟了，忙完了呀你，小伙太忙乱了。睡衣我穿 XL， 欢迎大家。大家好啊！风扇的声音，你们有点烫，你们 too hot， 你们 too hot， 所以有个小风扇给你们降降温。是这样啊，小伙子，你好好写论文呐。看呢，你这些群没明白啊？你老跟我说这个活动，你也不说啥活动，刷的也是这个约会软件，你也没说参加的是啥社交活动。完了，这个群里的人吧，还跟你炫耀什么自己谈恋爱效率多高啊，建议退群啊！这种人离他们远点啊，有点吓人啊！这有人突然过来，一个人跟你单崩，俩人一起没所谓啊，俩人一起说，哎，我们俩很快在一起，很高兴，这可以。
要是有那种一个人单崩的过来说，我最近我又谈恋爱，就这嘚瑟这个的这种群退出啊，很讨厌啊，别跟他们玩了。完了呢，那个什么搭讪技巧啥的，就少学吧，离这些人远点吧。跟你那个10多年的好哥们多处得了，也不需要太大的社交圈啊。为啥非要用太大的社交圈？你好好写论文吧，别整那些什么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啊！想交朋友吗？我也不知道你这都是什么社交活动，什么群？你加点那个读书群、学习群、图书馆打卡群啊，好不好？去救助小动物啥的，也有那种是吧？救助那个小动物、小流浪猫啥的，救助的那种群加一加，你可能在那些群里是吧？可能会好一点啊。孩子，小伙，不是在整我吧？小伙，27岁，18岁赴美，27岁回来给我写这么一封信，不是在整我吧？小伙子，不会正一边喝着塔 q 拉一边在笑话我吧？小伙子，你不会现在正拿着一排塔 q 拉和你的兄弟们正在笑话我吧？不会吧？你不会是这样的小伙子吧？啊，小伙子，我有点怀疑你了，小伙子，整我呢吧？有没有可能？小伙子打电话说，哎，快！哎，你看他，他还真回答。他说：“哎，你看他，谢了，你看他谢了呀，不会再整我吧，小伙子？别整我啊，好好的，好好写论文啊。主要读这个有点没对啊，他整个这封信里有一些味道啊，有些味道没对啊。我要是不是被这个香薰蜡烛影响了我的嗅觉，我应该看第一行的时候就发现了，我后品了品，觉得味道不对。”蛋总你好，我30了，最近1年爱上一个人，应该是爱吧？他比我小5岁，我们是同事，我们聊天小1年了，暧昧聊天也小半年了，但是我感觉他回我消息不是很积极，还会断联，也没有主动再进一步。基于年龄的差距，我理性的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可能，也就没有再联系过。但是他给我发消息，我还是会回，就这么起起落落的过着。我们偶尔一起出差，我们都偷偷睡一个房间，牛翠翠也吃过了啊，不是没什么联系吗？你们偷偷睡一个房间，这不算联系啊？今年年中各种原因下，我得知了他有女朋友，也是我的同事，他家里极力反对，所以他们表面上分手了，但其实没有，所以他们也偷偷睡一个房间，他们也偷偷吃牛翠翠。你们出个差这么忙吗？在我知道这个事情的当天，我们就断了联系。我问他我们呢？他说我们没有在一起。他也跟我说对不起。我现在已经没有像之前一样那么内耗，为什么他不往前一步了？我感觉他是喜欢我的，他也说了爱我，但是他也爱他女朋友吧？我有一点没办法面对他女朋友。我当然知道这不是我的错，不是2个女生的错。有时候我真的怀疑我是爱还是喜欢，还是不甘心。但我和他是这样的开始，是不是真的不可能了？是的。是真的不可能了啊！哎呀，真的不可能了啊！真的不可能了，放心吧，不可能了啊！打个偶啊！但你好，我有一个前女友，我们相恋4年，第1年我们因为对方的工作性质不曾相见，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非常的快乐。在我们度过艰难且漫长的1年后，他换了工作，我们也得以相见，一直到分手前，我都认为我们是快乐的。这4年里，我舍得给他花钱，他也愿意给我省钱。我们一起出去旅游，每年都会拍一套写真。我愿意为了给他拍照学习摄影。哦呦，他愿意督促我提高进步。哦呦，可以啊。在这段恋爱中，我们相互陪伴，对方进步，变成更优秀的人，一直到今年分手。为什么呢？分手后为什么分手啊？不说吗？不说为啥分手吗？这么美满，怎么分的手呢？分手后直接就分手后，他总是说一些刻薄的话。当然说的也是一些事实，我家庭条件比他差一些，他说要找个更好的，我个子不高，他说要找一个更高的啊！你们真的变成更优秀的人了吗？那这个姐妹以前是有多不优秀啊？这已经是更优秀的版本了吗？意思呀，这是他总是很真诚的告诉我他舍不得我，但是如果我不解决现实问题，他就不想谈了。现实问题就是要变得富有，不是还得长高呢，哥们儿，光富有也能解决，你这个长高咋办呢？哥们儿啊，什么意思啊，姐妹儿？你这啥意思呀？你指望他长高也不现实啊。在分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们保持着联系，甚至也见面。他想陪着我，等我好些了，再彻底老死不相往来。我的状态也确实慢慢好起来了。从一开始要死要活要挽留，就算他说刻薄的话，我也愿意置若罔闻。到最后我不再主动凑上去，彻底分开前的几天，他问我还爱我吗？我说爱，只是不再期待。他潸然泪下，我抱了抱他，就此别过。分开后的这段时间，我总是能从身边的一切看到他的影子。路过街道，我就能想起他走路的姿势。那你这日子咋过呀？这不到处都是街道吗？路过咖啡店，就能想起他捧着咖啡的样子，甚至我说话的方式，我工作的习惯，爱吃
的饭店到处都有他的影子，你这日子不好过吧，兄弟？这记性太好也是一种折磨呀。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联系他，我知道不应该再打扰他。我为了走出去做过很多，我培养爱好，我努力健身，我攀登爬山等等，这都不长个啊，这也不长个啊，兄弟。甚至想过开始一段新的恋爱，但是一想到就好累，就放弃了。我最近翻出了所有有关于他的东西，包括我舍不得删除的聊天记录、一起拍的照片。我发觉我不能再跟回忆纠缠不清了。我清楚，我爱的他已经变了，我留恋的只是过往时光中的那个他。我舍不得丢掉或者删除的不是事或物本身，是害怕宝贵的回忆被双方遗忘后失去色彩而涌现出的可惜。不想继续，也没有勇气重新开始，我该何去何从？写上散文了，兄弟，你这个更优秀了，你是变得文笔更优秀了，是吧？然后他是变得眼光更优秀了，是吗？兄弟，这怎么写上散文了呢？啊，怎么写上散文了呢？兄弟，这是什么？在我看来很简单啊，就是他不爱你了，没啥啊，没啥。然后为了让你走，说话故意比较刻薄一点，兄弟，你就赶紧抓紧再谈一个就完事了，没有那么复杂呀，没有那么复杂。刚看完直播，听了王阿姨的故事，和我大同小异。这是上场，王阿姨的故事你们还记得吗？校园恋爱7年了，初恋，结婚10年了，把小半辈子给了一个人，2个娃，结果发现疑似出轨，不承认，直接逼他离婚，结束了痛苦，都来自于对未知的恐惧和对过去的种种不甘心。抑郁过，失眠过，扛过来，所有的一切都云淡风轻。经历过，你会觉得人生没有什么跨不过去的坎啊！人生实在是有趣的人生，这怎么又写上散文了，姐妹儿？虽然还是恨，有时回忆猝不及防，也还会痛，但我想想，还是得感谢过往。爱情刚开始都是美好的，到最后已经完全不认识对方，至少重新认识了自己。不要活在对男人的想象中，也不要世界里只有男人和孩子，丢掉了自己。我刚离也就短半年吧，可是我比以前开心太多了，再也不用内耗了，不用在意那个人关不关心我，不用去想清楚那个人的许多破事。这段时间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又找回了曾经那个爱自由又洒脱的自己。我也允许自己偶尔的痛苦发脾气，接纳自己的很多不如意。最后不怎么看直播的我，有时会听蛋讲故事，类似的太多了，可能这大概是婚姻的常态吧。就想告诉所有类似经历的姐妹们，一辈子太短，不要害怕，对自己好一点。好的，欢迎大家啊！从7月份发现小卖部以后，这就成了我的睡前读物，真是大开眼界，哈哈哈！我也有我的苦恼，拜托别骂我，保证不骂你啊！就是6月相亲，前后见了2个，一个医生，一个事业编，对医生比较感兴趣。不是一个医生，一个事业编，不是可以这样吗？你还是 A 和 B 吧，好不好？这样对医生比较感兴趣。随后又见了一面，但是后面不是他忙就是我忙，正好时间对不上。平时他偶尔在微信给我分享他的事情，我很期待见面，但好久都没有见成，感觉对方也不是很着急。他还比我大2岁，真的是。再说一说另一个事业编吧，他比我小2岁，后续我们见了有3、4面，总体来说呢也不讨厌。但他也是偶尔微信联系，中间人和他父母很着急，我就觉得很搞笑。这个事业编的家庭情况不错，反正他的车房都是父母操办的，而医生要靠自己奋斗。我身体有一点点问题，血小板比正常的稍微低点，我就把这个事儿给医生说了。通过他的言语和表现，感觉他不觉得这是个大问题，所以我向给我介绍医生的中间人说了，我觉得医生挺有意思的。然后他就开始每天主动分享生活，要约出去见面。我现在纠结了，是2个都还接触呢，还是断一个？这样看我是那种既要这又要那的人，也不能这么说，就是你关注的点好奇怪啊，好吧，关注点有点奇怪，还好啊，也不能说是既要这又要那，主要是这个。很显然就是这个事业编的兄弟不太吸引你啊，很显然就是你比较喜欢这个医生啊。我们这边的建议呢，就是这段时间呢密集的跟这个医生约个半个月会，感受一下。后来发现你可能也不是很喜欢这个医生，是吧？读信是随机的，相爱7年，老公网赌始终停不下来，我该不该放弃这段婚姻？该。下一位了啊，不念了吧？这故事这么长，你给我写这么长，我不念，对不起你。但我和我老公自由恋爱，我们在一起7年了，感情一直很好。我一直以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是的，每一个人一开始都是这样想的。我们2个都有稳定的工作，有个女儿。直到5年前，她开始接触了网上赌博。她手气很好，一直赢钱。我们的消费水平开始越来越高。我虽然始终很害怕
赌博的危害，但我也抵挡不了金钱的诱惑。虽然嘴上一直跟他说不要再赌了，但是也一直和他一起贪婪的享受花这个赢来的天降之财。这样的日子一直到了2年前，他开始输钱了，越输越多。对，就是撒网结束了，明白吗，姐妹儿？前面那个阶段叫打窝，现在这个阶段叫咬钩，咬钩了啊！把之前赢的钱都输回去了，那可不呗，那不活该吗？那肯定的呀。我义正言辞多次跟他说不要再赌了，当之前就是一场梦，但是他收不住了。对呀，咬钩了呀，他打得好啊，放长线钓大鱼啊。你老公是大鱼，让人钓走了。他每次赌完都和我保证再也不赌了，我一次又一次的选择相信他，一次一次帮他借钱，补其亏空。我觉得日子总会好起来的，直到现在他还是没有收住手，仍然在赌。他甚至还拿家里的东西偷偷出去卖。我想离开他，可是每当夜深人静，他又会抱着我忏悔，说让我救救他，不要放弃他，赶紧放弃啊，快加速放弃啊！我相信他是真心很想戒掉，只是控制不住自己。他不赌的时候，我们一家3口真的很幸福，他对我爸妈都很好，是个好爸爸。可是隔三差五我就会发现他又去赌博了，我们的债务越来越多，生活就像个定时炸弹，隔三差五就会爆炸，我每天都很害怕。我爸妈都劝我结束这段婚姻，但是我又不忍心放弃他，毕竟当初赢钱的时候没有阻止他，我也有错。赌博的危害真的太大了，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该如何抉择？每天听你读稿才感受到片刻的治愈，靠我这能有用吗？赶紧跑吧，赶紧跑吧！哎呀，真有决心，把那个网断了不就得了吗？把那个卡，把自己的卡都上交，没有卡，没有支付方式不就行了吗？还是没决心，赌博怎么戒？这是不归路，到最后就是倾家荡产才知道会后悔的。劝你跟他严肃的谈一下，不然就只能放弃他了。赌博这个东西不能沾，股票算吗？股票呢肯定不算，但是有的人呢，他拿买股票当赌博那么玩的吧？股票这个东西很神奇的，也可以投资，也可以赌博。有的人是拿它当赌场，有的人拿它当投资。KTV 给宣传片都白放了，就是啊，赌博离赌博这远一点，真的非常危险。赌博的人这实在不行，你该放弃就放弃了啊！真的，这个不好救，这不好救。他愿意接受帮助还行，我看他也不像愿意接受帮助，他还有稳定的工作。哎呀，这慢慢的全完了啊，慢慢的就全完了。有那个赌徒纪录片那么多，你看看，多吓人呢！看一看那种悔恨，白扯。不行啊 ，A 股我都戒不掉，A 股我都戒不掉，太幽默了，说的就好像你戒得掉，你就能走得掉似的。你现在主要原因还是走不掉吧？刚刚那位戒不掉的朋友，会不会咱们主要原因是套得太深，走不掉啊？忽然在匿名评论，我播客录了啊，我跟那个置身事内的蓝小欢，就置身事内的作者，我欢哥，复旦大学经济学的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我们录了一个播客。里面就聊了聊股票投资，到时候大家可以听一听。播客快更新了，录了2期播客，有一期是跟这个欢哥录的呢，是聊一聊投资啊，聊一聊年轻人的焦虑啊，他也带学生嘛，聊一聊这种大家关心的话题。还有一期是跟李毅聊一聊这个做账号啊，我这么多年做网红的人生经历啊，大家可以听。然后跟李毅那期呢有商务植入。到时候大家刷到那期播客的时候，帮我那个充当一下水军那种感觉，自然一点，就说哇，这个品牌要不是因为李诞的播客，我真不知道呢，就说一点这种啊，谢谢啊，到时候上我会提醒你们的啊，因为我播客我第一次有客户，我希望让这个客户体验好一点，以后可以多有点客户，多有点客户嘛，我这个录播客我也动力强劲一些，是吧？对。咱们彼此都有好处，但暗恋算精神出轨吗？看到哪一步啊？我看看具体情况。我跟我老公是因为爱情在一起的，但是这1年他做了太多伤害我的事情，说了太多伤害我的话。就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候，他出现了，是吗？是他出现了吗？我工作发生了调动，在新的部门里有一个和我同一批校招进来的某人，他出现了啊！踩着七彩祥云出来了，某人。像某人，这是什么歌？我脑子里为什么突然有这个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是短视频吗？是你干的吗？短视频？是你在某一天伤害了我的大脑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很像某人，某人，某人，短视频是你吗？是你伤害了我的大脑吗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主任 care 一下吧啊！
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对他有一种独特的信任和依赖。也许当初认识的时候，我就是喜欢他的。我对这种长得不帅，但是幽默睿智、吊儿郎当，但胸怀大志、油腔滑调但有责任心、有担当的男人是没有抵抗力的。可是那时候他有女朋友，所以我只欣赏他，没有心动。我也不确定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忍不住去关注他，每次进办公室就看向他的位置，每次身边有人路过都抬头看是不是他，就想跟他说话聊天，想跟他在一起吃饭，想成为他的好朋友。但我永远都不会表白，不只是因为我们背后都有家庭啊，就是女朋友已经结婚了是吧？更是因为现在的我相信爱，但不相信婚姻，相信一见钟情，但不相信天长地久。上周部门团建，他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，还是个双向奔赴。他跟我说他之前从来不参加团建，我说那你这次怎么来了？他没有回答我。来新部门以后，我每天都加班到最后一个走。他之前喜欢出外勤，然后就不回来了。最近呢，他每天下班前都会赶回来加班，赶回来加班，赶回来加班，多么奇妙的用语啊！加班到直到一个楼层就剩下我们两个，隔着3排座位。咔嗒咔嗒的加着班，他走的时候会找我说上2句无关紧要的话，他让我把每天上班变成了期待的事情。哇，这挺好啊，姐妹儿，我觉得你就保持这个状态吧。这很少有人说上班能把上班变成期待的事情啊。我觉得你就保持，咱们为了这个就是对上班的这种期待的这种感觉，为了把这个班上好，别表白了吧，就维持住吧。我觉得这很难得，对吧？这出个轨都不新鲜了，这居然有个人可以让你每天上班都变成个期待的事情，维持住吧，好不好，姐妹？这很难得啊！他治好了我对我老公的恨啊，这都能让他治好，他这比我推荐的私教课厉害啊！他居然能治好你对你老公的恨，这是怎么治好的？不对呀，他应该是加重你对你老公的恨啊！他这都能治好吗？他怎么治好你对你老公的恨呢？这比我这私教课厉害啊！但是这份感情我不能跟他说，也不能跟家人说，也不能跟朋友说。更不能跟同事说，那意思就跟我说呗。可是我又想找个人分享，所以我就写了这篇投稿给你，因为你们是同一种类型的人啊。什么？我说长得不帅啊啊，不是啊，姐妹儿，咱也不是说长得不帅就都跟我同一个类型吧，姐妹儿，这能一样吗？长得不帅，我看看啊，我给你们留的什么印象？长得不帅，但是幽默睿智，吊儿郎当，但是胸怀大志，这个错了啊。我是真正胸无大志的人，油腔滑调，但是有责任心，这还行啊，这还可以。但胸怀大志我不行，因为你们是同一种类型的人，我想知道我喜欢他，他能不能感受得到？这我能回答吗？我感觉一下，我能回答吗？我怎么感觉有个坑呢？我怎么感觉隐隐约约这里有个坑呢？我能回答吗？这个我也想知道他对我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感情，我更想知道我们就这样暗恋着不说破是可以的吗？是被道德允许的吗？你暗恋，那道德管不着你，道德都不知道，这道德不知道你就暗恋嘛？这道德上哪打听去？这用不着道德允许啊，你就纯暗恋你就暗呗，这不需要道德允许啊，道德不知情啊，没问题啊，你暗恋没关系的啊。我感觉我跟他不是同一个类型的人啊。他喜欢出外勤，完了之后每天下班还特意赶回来加班啊，这种事我应该做不出来啊，那这不太像我。没事，你就纯暗恋可以，没事，挺好的。我觉得维持现状吧，姐妹儿。我的建议就是说，如果有这么一个人，让你对上班都居然能充满了期待，就维持现状吧，挺好的啊，不要戳破了，就这样吧，千万不要被道德知道啊，咱们偷偷摸摸的，悄悄的。不要被道德知道，不要露出马脚被道德发现，不要被道德就偷偷的就可以了。我就不能回答了。他问我说这个男孩是不是也喜欢他，是不是也有一样的感情，这我就不回答了，姐妹儿，不能给你这些不切实际的希望和这个双向奔赴的感觉，你就单方面暗恋吧，没事的。这个单向奔赴没啥问题，这个双向奔赴就不好弄了，这个双向奔赴就有点麻烦了，道德就该知道，你就单向奔赴，道德不知道，道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你就单向没事啊，你就别整成双向，整成双向就麻烦了，对吧？女同事都有家庭，听啥呢？这男的也有家庭，这女孩也有家庭，我哪有家庭啊？正直勇敢有阅读量，对，正直勇敢有阅读量的话，我感觉我就阅读量这个做的还不错，正直还行吧，勇敢我就差点意思啊，正直我还可以，就还可以吧。也不能说特别正直吧，就也还可以。阅读量做的比较到位，勇敢做的差一点。我18485，838485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是体重160，
穿 XL， 不是他们让我说一下我的身高体重，参考这个衣服的大小。蛋总最近暗恋隔壁办公室一个同事，几乎每一周都有1-2天出去吃晚饭喝咖啡，都是3-4个人吃晚饭喝咖啡，都是3-4个人一起出去吃，没有单独的机会。微信除了工作之外没有别的天聊。每周一开会我们都坐在一起，每次他都会头靠着我的肩膀问我在干嘛，我在看手机回消息。每次路上遇到他都会拍我肩膀或者背部。请问他也暗恋我吗？还是我想多了？这叫暗恋吗？这已经没羞没臊了，这也不避人了呀。这开周会呢，整啥呢？你是怎么理解这个头靠肩膀上？是凑近就算靠，还是这样啊？哪样靠的呀？这已然不避人了呀。这公司开周会，他头靠你肩膀上说在干嘛？这叫暗恋吗？这不已经很明显了吗？不是，但是你是不是其实就是靠近而已啊？你是怎么理解这个头靠肩膀的？你给我画下来啊！拍张照片，实在不行你给我素描一个，你画下来，我看看你说的头靠肩膀是啥样的啊？咱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头靠肩膀是哪种靠，太吓人了，多吓人了！严格来说，你已经可以投诉他了啊！什么呀，蛋总，师门里有特别卷又非常擅长人情世故的人，原本很佩服很欣赏，但后来发现擅长人情世故的另一面就是隐瞒和不真诚。我蛮痛苦的，可以说是嫉妒，看不惯这样的人混得风生水起，我自己想快点成长起来，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心态放不平，卷也卷不动。有个可行的路径，少点痛苦嘛，少看他不行吗？你们这个师门经常要在一起吗？你们这什么师门？研究生是吧？博士生是吧？师门，一门里有的人成了里子，有的人成了面子啊。他是面子，你是里子，哥们儿别琢磨了啊。在咱们这一个师门里有不同的任务，不同的分工，他是面子，你是里子。行吗？这么想你能高兴点吗？所以颞下颌怎么治？你谈一下，去这个，你要在上海的话，去了解一下这个机构，了解一下，看他就行了啊，少理他，少琢磨人家。就是你觉得他隐瞒不真诚，人家也未必是隐瞒，也未必是不真诚，对吧？你觉得人家看不惯这样的人混得风生水起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问你个扎心的问题啊，姐妹儿，你觉得这个人，你觉得他人品上你不喜欢他的人品是吧？你觉得他人品不好是吧？那我问你，如果这个人混得不好，你是不是心里就没有任何波澜？所以你真的是看不上他的人品吗？你不喜欢他，真的是因为他人品不好吗？啊，所以你该怎么做？你也混好不就行了吗？你自己混好不就行了吗？你管人家呢？你管人家人品什么样的？你其实不就是觉得他混得好你难受吗？你也自己好好混不就行了吗？啊，少关注人家这人品的事儿是吧？说不准的啊，说不准的，你俩只是一个师门而已。可能你已经看他的眼光已经有折射了，人家未必人品就咋回事，你好好混就行了。咱们读点这个不是情情爱爱的，读点这个职场痛苦的。蛋总你好，这什么呀？哎呀妈呀，不行啊，这个已经过期了。他说他还有1周左右就准备离职了，然后问我这1周怎么过。这会儿估计已经离职了，那这1周怎么过你也就过去了。有时候不回答也是一种回答啊，这没回你不是这别过去了吗？你好，我是内蒙的，今年28岁，毕业后在外地工作了3年，又回来了。回来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工作呢遇到瓶颈，觉得很孤独，又很孤独。回来以后吧，觉得哎呀，家里这边工作氛围真的是糟糕，比如酒桌文化我很讨厌，规章制度也不完善。后来辞职去机构里当美术老师，跟小朋友打交道还是比较轻松，工资待遇嘛，在我们家也算高的了，就是有点累。然后我又辞职了。其实我自己有点兴趣爱好，平时捏捏粘土，做一些小饰品。现在找了一份很清闲的工作，一边上班一边做我的小手工。前几天我把我的作品拿到了我们这边一家杂货铺去寄售，没想到卖的还不错。但同时我又不想一直待在内蒙，我不喜欢这边的一些风气，我希望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。自由这种东西真的是失去了才知道它的珍贵，好怀念之前一个人住的日子，也很喜欢大城市的氛围。现在矛盾就在于做手工是我喜欢的事情，如果用这个挣到钱我会很开心，但是去其他城市生活又是我想过的生活方式。换城市工作的话肯定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做手工了，但我该怎么选？是继续留在家一边上班一边做手工，还是去我喜欢的城市工作生活？期待你的回信啊！赶紧去你喜欢的城市工作生活，赶紧去吧。你还是有时间做手工的，只是你一旦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，你肯定还是有时间做手工的。慢慢的呢，你留在你现在不喜欢的这种生活环境氛围和工作里，时间长了，你连做手工的心气儿都没了。赶紧走吧，快跑，快去吧，时间总会有的，快跑吧。但你好，关注你很久了，我在职场数10年了啊？什么？那该退休了呀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结果现在被一个快退休的人弄得狠狠的给我上了一课。
我之前的科室工作一直是闲鱼状态，身边也相处的融洽。后来工作原因调了科室，本来是想换个更轻松的地方躺平算了，结果到了一个人少是非多的地方，科室呢就有个爱挑拨离间的人，把科室里的人际关系搞得非常的复杂，人与人之间没有了一点信任感。刚开始不习惯，后来也想开了，他说他的，我行得端坐得正就行了。结果前几天工作上他给我挖了一个坑。事情呢是这样，他负责打开一些东西去使用，我负责收费。我在该收费的东西的外包装上没有找到收费的条码，他告诉我这个东西就没有条码，但是所有东西在入库的时候都有条码。本能告诉我这件事有问题，我就去查个监控。本来就是想看看这物品上的条码有没有，是不是入库时没有贴错了。结果发现他把那个收费条码扔了，而且整段监控看下来很明显。就是他把那个东西收起来，最后扔掉了。说起来，我应该直接找领导汇报一下，但是我犹豫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件事儿。这个东西嘛，价格也不贵，很便宜，也不是贵不贵的事儿了。这个叫玩忽职守啊，这不叫玩忽职守，这个叫恶意破坏那个财产啊，恶意破坏公共财产吧？啥意思啊？这是？如果我去汇报这件事儿，领导问下去，他完全可以说自己忘了没看见，你不有监控吗？或者别的理由，反而会加深他对我的仇恨，事后肯定会找机会对我报复，而且领导也不会重罚，因为这个东西不贵。其次是他能言善辩，领导愿意听他说话，但是这件事就像吃饭吃到一半有个苍蝇，贼恶心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，该怎么把这件事爆出来，怎么以绝后患，救救我吧！我感觉这是有问题的吧？这好像跟贵不贵没关系吧？我理解没错的话，这可以这么做吗？这不可以啊！具体那个犯的条是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应该是有点问题了吧？感觉有误会，其实我也感觉有误会，我现在说应该来不及了。我要是你呢，我当时看监控，我知道了那个东西扔哪儿了的话，我大概率是先手机把这个监控拍下来了，先保存，然后我去把那个条码找回来。找回来之后呢，我就正常贴，正常发货，正常那个不是发货，正常干嘛？哎，正常收费条码都贴好，然后在他过来的时候看他一眼就结束了。我就会这么处理这个事情。如果他过后再惹我的话，我就把那个监控就那什么一下，有点奇怪啊，有点奇怪。我会告知每个同事再添油加醋。我是觉得有点奇怪啊，你就还是没太说清楚你们这个工作性质，有点怪的哈，不知道，就不太敢瞎给意见，我不太知道你这个工作性质。反正你最重要的是先把那个监控保存好啊，会用得到的。但遇到困扰了，这几天一直有一件事萦绕心头，哎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是00年的。一名私人家庭教师，在这个家工作2年了，薪水优良，老板认可。平时工作中接触的人很简单，一般就是保姆、学生、家长、司机，不需要面对复杂的职场关系。一直以来工作上的人际关系都很顺心，直到最近2周来了一位新司机，这是我来了这么久换的第6位司机了。我跟他相处感觉真的很奇怪。我尝试着用你的方法把事实、期待和感觉分开整理一下。好的，我看看你怎么整理的。事实是，这个新司机来了之后，来了1周，很矮，1.6米不到，眼神不正，脸上麻子很多。这虽然是事实吧，但是你的情绪我也感受到了啊。97年，但是看起来相距甚远。他的言行上特别爱跟我套近乎，特别开不合时宜的玩笑，语言很越界，还不好笑。我的期待是，新聘来的司机应该在基本素质上有正常的表现，人品不要差，司机应该安安静静开车，不要跟我说话，不应该跟我套近乎。我的感觉是我非常的反感，我不觉得我跟他来自同一个地方，他就能成为他随便开我玩笑的理由。我觉得他非常的油腻，我接受不了天天跟这样的人单独在车上，我害怕。2，我对他有控制欲的措辞和表达非常的反感，他对我有越界的不尊重的表达。3，我埋怨自己为什么不能自然而然处理好人际关系，为什么自己对付不了奇奇怪怪的人，为什么敢怒不敢言，不敢告诉老板，只能沉默或者告诉身边的人。4，我埋怨自己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计较，为什么要把垃圾事儿放在心上，影响自己的情绪，是我太敏感了吗？太完美主义了吗？5，我心里知道这其实是庞大世界中微不足道的事情，我怎么能陷在这样的小事里呢？我的希望是职场社交上，我希望自己可以强硬起来，树立一个不好欺负的形象，勇敢地维护自己的边界。2，我希望掌握一些跟这类人交往的技巧，毕竟躲不过，感觉还是得当成考验，让自己从中学习。3，我希望他早日离职。哎呦，他们小朋友很可爱啊，很好，输给的也很好啊，输给的也很好。你呢？他跟你说话，其实以前就教过，戴个那个隔音耳机。上车就戴着耳机，
自己玩手机就完事儿了。你不理他，说话你就说你好好开车。你说我很累，我要睡一会儿，你就自己玩手机休息一会儿啊。但是如果他说的话呢已经很过分了，你自己判断啊，你自己判断。如果是只是说聊天你不爱听，就刚刚这个方法。但是如果他说的话已经是什么，比如说跟你开一些黄色玩笑啊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你很不舒服了。如果你也很不舒服了，就不要躲，不要让，也不用跟他冲突，你直接找你们家的女主人啊，你就别找男主人了，你找女主人，女主人比较会处理。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呢，找女主人，为什么呢？这女主人能比较容易理解你的困境。二呢，她把它开除掉，不会把你暴露出来。她不知道你家地址吗？小姑娘，这开车送你，应该知道你家地址吧？所以这种人啊，讨厌归讨厌，你还不能得罪他，你得巧妙一点，找女主人，然后你充分的表达这个困扰，然后你要说一下，他还知道我家地址，然后我很不舒服。女主人她理解了之后，她会比较巧妙的把他干掉的啊，会比较巧妙的把他干掉，不会暴露你的啊。如果是后一种情况，尽量不要跟他起冲突啊，尽量不要跟这种人起冲突。听劝啊，就是万一他是个疯子呢，是吧？不要跟这种知道你家住哪的人起冲突。他关键词是这已经是他换的第6个司机了，这已经是他们家换的第6个司机了。然后你已经在这个家工作2年了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你在这个家是深得信任的。姐妹儿，我看你给我写信呢，你挺愿意是吧？了解这个人生什么打交道啊，人成长啊，你比较喜欢这些东西是吧？你愿意这样的话，我劝你啊，你有可能你遇到贵人了，你们家有这个你工作的这个家有可能是你的贵人，你已经工作了2年，听起来经济条件也很好，又有保姆又有司机了，咔换了6个，你没被换掉，所以呢，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啊，你可以多跟这个家的女主人聊一聊，是吧？跟他们夫妻俩一起聊一聊都可以，多跟他们聊一聊，种种困扰吧，慢慢的你能学到很多的，我觉得啊。有可能能学到很多的，比跟我聊强多了。我跟你聊，我也不了解你具体情况，你多跟他们聊聊，有可能能学到非常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给他俩带孩子，你肯定要跟他们反馈这个孩子最近的状态、动态。他们作为爸爸妈妈嘛，肯定也非常希望自己孩子的私人教师跟他们是同样的价值观，所以呢，多聊一聊。以请教的状态多聊一聊，很有可能是你人生的贵人，应该能学到不少东西，可以试试看，姐妹儿啊，我看你挺爱琢磨这些事儿的，你就先跟那个女主人聊啊，不然你也紧张。你看你给我写个信，你都紧张成这样，你估计跟这个男的单独说话你也紧张，是吧？而且这个女主人肯定更能理解你碰到的麻烦，多讲讲，多听听。他们估计是非常愿意教你的，因为你要给他们教孩子，他们肯定是特别愿意教你的，他们巴不得把你培养成一个特别厉害的人，是吧？这样能间接的把他们的孩子培养的特别厉害。所以我强烈建议啊，跟他们多聊聊天，别光讨论教学，他们俩教你，你教孩子，是吧？挺好。怎么开启对话？可以聊什么话题？哎，太容易了，直接聊小朋友就行了呀，每次都要开启话题的呀。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教孩子？万一他教的是数学呢？不是，就算是他教的是他爸爸妈妈会的事，他爸爸妈妈不是要工作吗？怎么问出这种问题来的，朋友？怎么问出来的？多沟通就行了啊，多沟通就可以了。就自己的困扰直接说嘛，说哎那个老板，最近那个司机有点奇怪，他老跟我开一些，你就直接说复述他开的玩笑，那分寸感，那个他们都很有社会阅历的人会拿捏的，找个理由就给他干掉。我看看他都跟你说啥了，有没有详细一点？啊，司机应该安安静静开车，不要与我攀谈，不应对我好奇。你就这么说，你说老板，现在这个司机啊，老打听我在咱们这个家待2年怎么待的，老打听我平时跟家里小孩怎么样啊？这种雇司机的老板是最烦这个的啊！你一说这个，第2天就开了啊，好吧？很简单的啊，你说他老打听我过去2年在咱们家都干了啥，老板听到就不是，老板一听说啊，新人还想打听我们家过去2年的事儿，赶紧走，很简单的，好简单的，好吧，没事，多跟比自己厉害的，哪方面都行，任何一个方面感觉比自己厉害的人，多跟他们聊天啊，总会有收获。